来自全球各大智库、大学、政府、媒体的政策研究信息、文章、报告，经6度简报团队分析整理而成。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G7 广岛峰会解开对中国经济安全问题的担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7国集团领导人本周齐聚日本广岛，讨论几个问题，包括与中国的经济和安全紧张局势，以及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如何降低战略产业的风险，实现全球供应链的多样化。峰会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领导人需要重申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并承诺向俄罗斯和任何其他协助他的国家施加成本和压力。领导人将集中呼吁中国的行动，例如在政策争端和其他协定上对各国进行经济报复，并承诺他们国家的工业将抵制这种胁迫，并采取具体步骤开始建立弹性。为了使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战略矿产和稀土方面更具弹性， G7 峰会应该就一项集体变得更有弹性的计划达成一致。本周的峰会还应讨论 G7 论坛如何继续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及其民主价值观和规范，以及如何推动新兴技术的技术标准制定。G7 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全球南方关键国家的努力，以平衡中国在该领域日益增长的外交和经济影响力。今年的峰会恰逢拜登总统决定缩短亚洲之行后，四方领导人会议将在7国集团会议期间在日本举行。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领导人将齐聚一堂，讨论印太地区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并向中国提出一项统一一致的战略，以解决使当前国际规范面临风险的问题。鉴于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利益攸关方越来越需要巩固基于规则的秩序。毫无疑问，四方和7国集团需要找到可持续的共识，在竞争日益激烈和有争议的世界秩序中为区域和平与稳定提供空间。这些论坛应该共同努力，反击并维护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中国利益的国际事务空间。为此做出的任何具体努力都需要采取竞争性的集体办法和应对复杂挑战的共同愿景。利用 AI 的力量应对金融犯罪。FT 评论版。纳斯达克首席执行官阿德纳·弗里德曼 （Adina Friedman） 表示，银行应该在数据方面进行合作，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共用来自其网络内外的资讯，来改善对金融犯罪的斗争。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金融犯罪的增加部分是由于限制银行使用数据和技术的法规。弗里德曼谈到了纽约交易所自己打击金融犯罪的方法的好处，其中来自2400多家银行的数据与先进的人工智慧演算法结合使用。监管机构还应该允许银行使用数据集来打击犯罪，并采用基于云的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来解决这个问题。生活在避税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值得吗？ FT 评论版。随着挪威财富税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富人离开了这个国家。Kjell Inge Rock 和 Fredrik Haga 是2位前往瑞士的知名挪威人。然而，这导致了一个问题：生活在避税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值得吗？大多数避税天堂都是相当奇怪的全职居住地，因为它们面积小，地理位置有限。然而，瑞士等一些国家的税收制度有利于富有的外国人，但规模庞大且关系密切。曼联的新主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FT 评论版。富人购买足球俱乐部背后的动机经常被误解。据英国金融时报的西蒙·库珀 （Simon Cooper） 说，许多富有的老板相信他们会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俱乐部，利用他们的精明来创造利润和成功。然而，这往往无法实现，因为俱乐部平衡了追逐奖杯的需求和他们面临的财务现实。库珀说，业主往往最终两者都没有。引用亿万富翁吉姆拉特克利夫的例子，他的足球投资尚未取得成果。然而，像曼联、托特纳姆热刺和阿森纳这样的俱乐部往往会让球迷失望，但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往往在财务上蓬勃发展。库珀认为，大多数亿万富翁老板的动机要么是乐趣，要么是地位，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对他们的足球俱乐部产生影响。然而，俱乐部通常会显著升值，因此一旦决定出售，就会取悦拥有者。工作场所药物测试越来越荒谬的不合逻辑。纽约时报评论版。尽管医用大麻已在38个州合法化，但根据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有争议的化合物主任凯文·伯恩克 （Kevin Bonk） 的说法，雇主经常要求他们的新员工接受药物测试。雇主经常说，法律让他们别无选择。
然而，1988年的无毒工作场所法和1989年的无毒学校和社区法修正案不要求对非联邦政府雇佣的个人，包括学术研究人员，进行联邦药物测试。虽然大麻可以在工作时间内使个人兴奋并造成损害，但工作现场药物筛查并不能评估当前的损害。Bonk 还强调，阿片类药物、苯二氮卓类药物和抗抑郁药等其他物质也可能导致损害，但与大麻不同，服用这些物质的人可能会绕过药物测试。Bonk 质疑为什么医用大麻应该有所不同。共和党初选山丘上的城市还是美国大屠杀。纽约时报评论版。纽约时报推出了一个名为意见问题的新播客，该节目的主持人在该播客中研究了2024年大选中潜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该节目由菲比、莱特、索菲亚、阿尔瓦雷斯、博伊德和德里克·亚瑟制作，由蜜雪儿、向雅尔、罗斯、杜特、卡洛斯、洛萨达和利迪亚·波尔格林主持。为什么最高法院对自己的腐败视而不见？纽约时报评论版。据纽约时报报道，最近涉及大法官克拉伦斯·汤马斯 （Clarence Thomas） 的丑闻，凸显了富人和公司购买政治准入和影响力，而几乎不用担心法律后果的权利。文章认为，这种环境是由于旨在限制腐败的法律的侵蚀，以及有权势的公职人员为促进其利益而致富的能力造成的。这种被视为非法的腐败水准的降低，主要是由美国最高法院领导的。例如，在美国苏加利福尼亚太阳钻石种植者案1999年中，法院一致认为，公司或个人聘请一名公职人员，并根据其职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向该公职人员赠送礼物，并不违反联邦酬金法规。在公民联合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2010年中，包括汤马斯在内的5名法官多数取消了长期以来对可用于政治竞选的独立公司资金数量的限制，认为他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这为代表政治的无限企业支出打开了闸门。2023年战略趋势全球事务的主要发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2023年战略趋势全球事务的关键发展的新报告。该报告涵盖了俄中关系、美国技术联盟、扩大核威慑和印度的外交政策。5月16日 ，CSIS 将就该报告举行虚拟讨论。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全球安全团队的演讲者 Brian Carlson、Navin Shepard 和 Boaz Lieber， 以及 CSIS 高级研究员兼国际安全专案副主任 Emily Harding。事物变化越多，他们就越保持不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主席 William Ranch 讨论了隐私、安全和技术的交集，以及围绕控制加密功能、令人反感的内容审核政策以及执法和情报部队的监视权的持续辩论。这些问题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挑战，他们权衡监控非法内容的要求，例如与儿童性虐待材料 （CSAM） 或恐怖主义有关的内容是否可能创建审查制度，并对隐私和言论自由构成威胁。2023年泰国大选结果，反对派获胜，但前进道路不明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根据自2019年以来首次全国大选的初步结果，泰国反对党前进党和为泰党以显著优势战胜保守派和军方支援的同行。前进党赢得了151个席位，标志住最大的席位份额，并且超出了预期，在曼谷的33个席位中占32个。与此同时，为泰党赢得141个席位，邦杰赛党以71个席位排名第3。该党在大多数选举前民意调查中领先，但关于为泰党与帕朗普拉查拉特结盟的传言，可能使他们失去了大部分支援民主的青年选票。如果两个反对党能够组建联合政府，为泰党现在将担任初级合作伙伴。通往376的最简单途径是邀请邦杰赛加入联盟，但似乎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前进党将自己定位为改革派政党，承诺起草新宪法。然而，布马贾泰和参议院的大多数议员似乎不愿意修改泰国刑法第112条，该条禁止批评泰国的君主制。美国会发现与民主选举的泰国政府合作比与军事独裁政权合作要容易得多，因为双方将能够修复巴育统治下过去10年挥之不去的不信任。像唐·登金格 Don Denkinger 在1985年所做的那样的吹嘘电话使体育变得更好。华盛顿邮报评论版。使用自动化技术取代裁判员和体育官员基于判断的电话，激发了作家兼记者威尔·莱奇 Will Leach 深思熟虑的评论。
在10月1日《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莱奇并不反对未来使用自动打击区和对决策的审查将有利于比赛准确性的观点。然而，他警告说，通过完全从裁判中去除人为因素，剥夺了球员证明自己韧性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对超出他们控制的事件做出反应并继续战斗。Leach 认为，球员可以通过人为错误决定的比赛学到的教训对其他人来说是有价值的。他提出了诸如人机团队之类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纯粹的自动化，这将使人类保持运动，但减少错误决策的可能性。没有人为机器人写讣告，没有人会后悔当机器人离开时他们如何对待机器人。Leach 说。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的理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呼吁澳大利亚正式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因为近年来国内和全球动荡仍在继续，包括冠状病毒大流行、欧洲冲突以及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加剧。澳大利亚政府上一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是在2013年。虽然最近发布的国防战略评估呼吁制定2年一次的国防战略，但他没有考虑到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问题。CSIS 专家 William Imboden、Rory Metcalf 和 Heather Smith 将于5月15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对反制裁战略的评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经济计划和解释中国专案最近举行了一次小组讨论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为应对乌克兰危机而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的有效性的看法。该小组讨论了北京可能制定哪些战略和方法来应对或规避未来以美国为首的类似行动。讨论以最近翻译的主要原始文献为基础，包括来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和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中国 AI 公司正规避美国出口管制的差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慧 AI 公司正在规避美国对先进半导体和制造技术实施的出口管制，利用中介机构保留对受控技术的访问权。此举对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政策的长期有效性提出了关键问题。主要挑战之一与不需要许可证的云服务提供者有关。美国政府有多种选择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要求云服务提供者为所有最终用户获得其服务的出口许可证。可再生能源如何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打击腐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明，在也门阿布斯镇建立了一个小型太阳能发电厂，工作人员全部为女性。此举使当地妇女能够创业，其中包括一名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公司的妇女。该工厂确保稳定供应更便宜的电力，而可再生能源具有更广泛的好处，包括冲突时期的复原力、当地经济发展和改善治理的潜力。鼓励国际捐助者在受冲突影响的区投资可再生能源技术，以防止既得利益者从电力危机中获利。谢谢收看智库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